当您准备购入一辆新车时，是否曾思考过它在未来的价值？一项常被消费者忽略的隐性成本便是车辆的折旧。事实上，某些车型的价值流失速度远超预期。以具体数据为例，部分车型在5年后的市场残值可能不足其原价的30%。这意味着您今天投入的5万元购车款，5年后或将缩水至仅剩1.4万元。这种价值蒸发的现象是真实存在于市场中的。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揭晓一份基于市场调研的清单，列出了当前20款折损率最为显著的车型，请务必将此视为一份严肃的财务参考指南。我们的目标是揭示那些伪装成理想作价，实则会严重影响您资产价值的资金黑洞。了解这份清单将帮助您在未来的购车选择中规避潜在的财务风险，实现更优的资产配置。排名第20名，车型奥迪 A7。一份来自市场的警示。奥迪 A7 这款以动感设计著称的豪华轿跑，在5年后损失了超过60%的价值，折损率高达 60.5%。7万美元的身价，5年后仅剩不足3万美元。它用流畅的线条征服了你的眼睛，但消费者报告指出了它的软肋，可靠性堪堪及格，而保修期后的维修账单则可能远超你的想象。复杂的电子系统既是其豪华的象征，也是未来高昂养护成本的定时炸弹。更严峻的是市场现实，在 SUV 主导的时代，这类豪华轿跑正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，直接导致二手车价格一落千丈。奥迪 A7 是为品味与激情而生，还是为高昂的持有成本买单？这取决于您的购车哲学。如果您追求的是长远的稳健与价值，那么这款车型或许并非理想之选。第19名，梅赛德斯奔驰 S 级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体面？但别被它的外表骗了，这可是个吞金巨兽。你花了大价钱买下它，以为能成为朋友圈的焦点，风光无限。但5年后你会发现，超过7万1千美元，约合50万人民币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这可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真金白银的贬值。别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接盘的第二任车主来说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网上随便一搜 ，S 级车主都在吐槽那令人窒息的维修费，只是个小毛病，修一下就没了1500美元。2020款以后的车，各种电子系统说坏就坏，修都修不明白，不是在修车，就是在去修车的路上。这就是 S 级的双输困境。前任车主用真金白银换来了短暂的虚荣，而后任车主则用真金白银换来了无尽的烦恼。那个闪闪发光的3叉星辉掩盖不住它作为一个贬值资产的原罪，选择它或许意味着你选择了一个豪华但昂贵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一笔明智的投资。第18位的是路虎发现 SUV， 一款源自英伦的硬派越野车，其5年高达 60.9% 的贬值率，意味着车主平均将损失近 3.7万美元，这仅仅是高昂拥有成本的序曲。据车主反馈，电气系统故障与悬挂问题是其2大顽疾。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驾驶体验，更将车主与维修厂紧密地绑定在一起。数据显示，路虎发现 SUV 的主要维修项目平均单次费用超过1200美元，且故障频发，这使其常年位居各大可靠性榜单的末尾。展厅里的惊艳造型与残酷的用车现实形成鲜明反差。贬值之快，口碑之差，皆有迹可循。业内甚至有传言，当里程表指向6万英里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除非您有充足的预算应对持续的维修挑战，否则在购买路虎发现 SUV 前，请务必三思。第17名，奥迪 A6， 又一款德系豪华品牌车型登上了我们的名单。不过这次可不是什么荣誉榜。奥迪年的折旧率高达 60.9%， 这意味着5年后您的资产将蒸发掉35401美元。这背后是豪华品牌越来越套路化的现实。消费者报告给 A6 的可靠性评级仅为平均水平，这已经算是相当客气的评价了。要知道，网络上关于其信息娱乐系统频频故障、电路问题不断的抱怨声从未停歇。更致命的是，在豪华轿车市场整体下行的趋势下， A6 的处境雪上加霜。如今很少有人愿意为二手车豪华轿车买单，尤其是一辆可能随时面临4位数维修费用的车。高昂的养护成本、日系品牌的强势崛起，以及层出不穷的替代品，正将 A6 推向一个完美的风暴中心。对于追求价值理性的消费者来说，奥迪 A6 无疑是一次糟糕的投资。如果您喜欢这份避坑清单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深度分析。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堪称理财产品的车型，他们的维修站甚至会让您觉得前文的车型血赚。敬请期待，第1名绝对会给您带来巨大惊喜。第16名，凯迪拉克凯雷德 SUV， 欢迎来到买得起养不起的典范。榜单第16名，凯迪拉克凯雷德 SUV。这位美国豪华巨兽有多坑？5年贬值 61%， 直接让你的5.3万美元打水漂。这笔钱够你买一辆实实在在的好车了。
别被它的豪华内饰骗了，车主们嘴上说着真香，身体却很诚实的在为加油和保养买单。市区里当油老虎，高速上也就14英里1加仑，去加油站的心疼程度比你想象的更甚。更别提每次保养的开销都从1000美元起步，各种小病小修更是个无底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满大街跑的都是租车公司甩卖出来的高里程二手车。说白了，你花着豪车的钱买到手的很可能就是一辆豪华出租车，还得为这份特权支付天价保养费。这波操作谁买谁知道。第15位的是英菲尼迪 QX60， 作为一款定位豪华的跨界 SUV， 它却在5年内经历了高达 61.5% 的贬值率，折合人民币损失近20万元。惨淡的保值率只是其问题的冰山一角。权威汽车评测机构 Edmunds 仅为其打出了 7.6 分，满分10分的低分。核心批评在于其性能表现平庸，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更让车主诟病的是 QX60 的维护成本堪比德系豪华品牌，但其品牌声望与产品力却远未达到同等高度，这使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，既没有足够鲜明的特色来支撑其高昂的售价，也未能凭借可靠的口碑与主流品牌正面抗衡。本质上 QX60 可以被视为一款换壳的日产 Pathfinder， 售价虽高出数千美元，但保值率却更为逊色。这笔账显然是个无法盈利的亏本买卖。对于消费者而言，市场上存在多个全方位超越它的明智之选。第14名，奥迪 Q7 SUV。我们的榜单上第14名是来自德国的豪华 SUV 奥迪 Q7。这款车的5年贬值率达到了 61.6%， 换算下来，车主在5年间损失的资产超过37000美元。车辆贬值之外 ，Q7 的用车成本也值得关注。根据消费者报告的数据，其可靠性表现仅为中等水平。许多车主反映，悬挂系统是常见问题之一，相关维修费用可能高达2000美元以上。新车时期 ，Q7 凭借其尖端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随着车辆老化，这些复杂的系统反而成了问题的来源。例如，触摸屏失灵和空气悬挂系统失效等情况时有发生。每一次维修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面对豪华 SUV 市场的激烈竞争，不断涌现的新款车型带来了更先进的功能，这使得奥迪 Q7 的部分技术显得有些过时，而高昂的维修费用也导致它在二手车市场上缺乏吸引力。第13名，宝马5系轿车。作为德系运动轿车的标杆，宝马5系曾是其辉煌的代名词。在贬值榜上，它却以5年内贬值 61.7%， 约合36208美元的惊人跌幅荣登榜首。究其原因，其高昂的后期维护成本是核心痛点。尽管车主们普遍认可其新车时期的可靠性能，但一旦脱离保修期，高昂的维修账单便成为沉重的负担。仅一个控制模块的更换费用就高达1500美元，其他主要部件的维修费用也轻易突破2000美元。一些长期困扰经销商的顽固故障也让车主们苦不堪言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豪华车市场普遍存在的过度租赁问题，进一步加剧了5系的贬值压力。大量3年租约到期车辆涌入二手车市场，导致车源过剩，车况参差不齐，价格一落千丈。最终，无论是第一任车主还是接盘的第二任车主，都为这份运动的激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前者承担了资产价值的大幅缩水，后者则需承担高昂的养护成本，双方几乎难以避免亏损。第12位，奥迪 A8L， 一款能让你体验从云端跌落现实的豪华旗舰。5年时间，它帮你优雅地缩水了 62.7%， 折合近6万美元。这笔钱足够你买辆新车再出国潇洒一圈。可惜这笔钱不是省下来的，是亏掉的。Edmunds 给他 7.9 分，但这个分数背后是车主们血与泪的控诉。什么天文数字的维护成本，说白了就是买得起修不起。电子故障让你随时体验人在囧途的抛锚快感，但这仅仅是开胃菜。一旦跑到6万英里，那娇贵的空气悬架就会准时罢工，用一笔天价维修账单给你致命一击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连整个大型豪华轿车市场都在萎缩，老板们都开 SUV 去了，谁还惦记着你这辆贬值加速器？当换个零件都得预约御用专家。看着账单时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为这辆金融黑洞的忠实供养者了。以为这就够劲爆了，别急，真正的屠榜者还在后面。一个在美国市场直接躺平的品牌荣登金融灾难榜首，想知道是哪个狠角色吗？赶紧点击订阅，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大开眼界。第11名，揽胜，一张通往豪华陷阱的通行证。以第11名的微弱差距，揽胜 SUV 遗憾地与前10擦肩而过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这款源自英伦的奢华图腾正上演着一场价值崩塌的大戏。5年内，其身价竟蒸发高达 62.9%， 折合近6.8万美元。这笔巨款足以在许多地方筑起一个真正的家。
汽车与驾驶杂志或许在赞美它无与伦比的豪华配置，但现实却是车主们无法回避的可靠性噩梦。频繁的维修单，随时可能罢工的空气悬架，神出鬼没的电子故障，以及足以将你抛锚在路上的发动机问题，当排查故障都需要一份专属说明书时，一切都无需多言。揽胜复杂的机械与电子系统，使其成了一颗精密的财务定时炸弹。这也是为何许多明智者选择租赁而非购买，他们渴望在真正的账单雪崩之前，优雅地归还车钥匙。如果你追求的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地位象征，揽胜或许能满足你，但若你珍视财务安全与内心的安宁，请务必对这台英国奢华宣言敬而远之。第10名，凯迪拉克凯雷德 ESV 豪华 SUV 界的价值粉碎机。你花大价钱买下的大块头，5年后能卖掉的价格还不到一半，直接蒸发了近6万美元。这加长的轴距，除了在面子上能撑场子，对钱包是实实在在的暴击权威评分。凯利蓝皮书只给78分，刚刚及格，但它的真实用户评分却低得吓人，油耗高到让信用卡融化，市区油耗13英里1加仑，养它跟养个吞金兽没区别，动辄上千的保养费更是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。你以为只是你亏，二手市场更惨，为啥？因为到处都是租车公司和大公司处理下来的车。想想看，你花几十万买的豪车，上一份工作可能是在机场接送客人，这心理阴影面积谁买谁知道，价格能不崩吗？第9名，特斯拉 Model X 减早期采用者的昂贵智商税倒计时。第9，特斯拉 Model X， 它用5年时间为所有科技信徒上了一堂关于价值贬值的昂贵公开课。63.4% 的贬值率意味着超过5.4万美元的资产烟消云散。那些描绘着电动未来保值美好的宏伟蓝图，在冰冷的数据面前不堪一击。车主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充满了矛盾，一边是加速推背感无与伦比，另一边是天价维修费让人肉疼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对华而不实的猎豹一门，一旦失灵，一次维修就足以买一台不错的家用车。更致命的是，电池衰减和技术迭代这2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位 Model X 车主的头顶。你的车正在被更便宜、更先进、续航更长的竞品无情超越。当你为5年前的超前选择沾沾自喜时，市场的车轮早已将你碾过。Model X 的案例无比清晰地揭示了，在科技浪潮面前，最大的风险不是不拥抱未来，而是用过高的成本拥抱了一个正在被未来淘汰的现在，这就是最昂贵的早期采用者税。玛莎拉蒂 Levante 一场华丽的价值蒸发，荣登豪车保值率倒排第8。玛莎拉蒂 Levante 用一张高达 63.7% 的5年折旧率证明，有些奢品的代价远不止于售价。5年间近 6.5万美元的价值凭空蒸发，这笔钱足以再买一辆不错的家庭轿车。汽车趋势一语中的 Levante 的设计或许惊艳，但光鲜的外表下是令人啧舌的养护成本。车主们怨声载道的是频发的电气故障，动辄让爱车抛锚的不定时炸弹。一旦维修，您就得迎接来自意大利的天价账单，基础故障的维修费轻轻松松就突破1500美元的大关。更令人沮丧的是售后服务的水土不服，品牌认知度本就不高，加上稀疏的经销商网络，当车辆需要保养时，最近的授权维修站可能远在数百公里之外。异国情调的设计配上了同样异国情调的维修账单，却连与之匹配的驾驶乐趣都未能提供，这般奢侈，代价未免过于沉重。榜单第7位是电动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，日产凌风。作为一款紧凑型电动车，它在5年内折损了 64.1% 的价值，相当于蒸发了超过18000美元。虽然这一贬值幅度在榜单中并非最惨烈，但其价值评估仍被凯利蓝皮书定格在75分，满分100。这个分数的背后是凌风难以回避的现实，当续航动辄300英里的新款电动车已成常态，它那150英里的续航里程在今天看来确实捉襟见肘。更致命的是，车主们普遍反映的电池性能衰减问题正不断蚕食本就有限的续航。部分2020款车型的实际续航甚至已跌至120英里，可以说凌风深受第一代电动车技术浪潮退去的影响。它就像今天的智能手机市场中仍在兜售初代 iPhone 技术，虽能用，却已与时代彻底脱节。当一辆车无法在不充电的情况下完成一次跨城旅行，市场自然会给出最诚实的答案。它的保值率正是对这种技术代差最直接的反馈。想知道还有哪些车型的命运比凌风更坎坷吗？请继续关注，我们将揭晓垫底的6款车型，它们的贬值速度堪称公路之王，而榜首的那个品牌或许已经选择放弃。宝马5系混动5年蒸掉一辆车，谁还敢碰？豪华车的保值率神话在宝马5系混动面前被彻底击碎。
5年时间，64.7%的价值暴跌，相当于47000美元人间蒸发，稳居保值率榜单死亡赛道第6名。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，混动与保值率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看看市场上稀少的交易和寥寥无几的评价，就知道这款车有多不受待见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Didmans 揭开了它的底牌，这套混动系统就是个缝合怪，它既保留了德系豪华车烧钱的通病，又给车主添上了电池和电机2颗不定时炸弹。想修，对不起，你的财务顾问可能要先去哭一场，因为维修费高得离谱。雪上加霜的是，5系混动还赶上了最坏的时机，轿车市场本身就不行了，而混动技术作为过渡产品，在纯电浪潮的冲击下，早已是昨日黄花。别再问他为什么贬值这么快了，因为答案就在眼前，他已经站在了被技术淘汰的悬崖边上。购买它或许就是一次价值缩水的终极体验。第5名，玛莎拉蒂级伯利轿车以其惊人的贬值率高居我们榜单前列。5年间，这款源自意大利的豪华轿车价值流失高达 64.7%， 相当于蒸发了近 7.1万美元。这笔巨款足以购置一辆顶配的皮卡，并绰绰有余。尽管汽车与驾驶杂志曾为其造型设计打出8分的高分，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小众的定位。对于车主而言，高昂的维修成本远超德国豪华品牌，甚至使其相形见绌。基础的保养费用便动辄上千美元，而来自意大利的零部件更需数周等待。这并非简单的用车成本问题，而是对车主耐心的双重考验。究其根源，吉伯利的困境在于品牌认知度的局限与备受争议的品控，它那象征着异域风情的车标并未兑现与之匹配的性能承诺，最终只留给车主一张张天价维修单和一个折中的驾驶体验。市场已用最直接的方式为这位意大利实验品给出了最终答案：谢绝。第4名，英菲尼迪 QX80， 一曲关于失衡的悲歌。在豪华 SUV 的赛道上，英菲尼迪 QX80 以5年 65% 的惊人贬值率，折价 5.35万美元，排名第4。这不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一曲关于市场选择的悲歌，证明了大未必等于强。这头日本的豪华巨兽承载着与生俱来的矛盾，它体型庞大却显得笨重过时，它定位高端，科技感却远逊于同轸。正如汽车趋势杂志所言，其陈旧的设计与堪忧的油耗综合约14英里非加仑早已暴露了它的疲态。车主们亦常常抱怨那些新车上的科技配置仿佛是从5年前直接搬运而来，在与新一代智能座舱的较量中已然落后了整整一代。 QX80 的困境源于其定位的摇摆与价值的迷失，它试图在主流与豪华的夹缝中寻求生存，却最终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未能建立真正的壁垒。当一辆豪华 SUV 所搭载的智慧与普通品牌别无二致，却需承担高昂的维护成本时，它的价值被时间迅速侵蚀，变成了意料之中的结局。第3名，特斯拉 Model S 的王座早已易位。作为曾经的电动王者，特斯拉 Model S 如今仅居第3。5年高达 65.2% 的贬值率，意味着超过 5.2万美元的价值瞬间蒸发。凯利蓝皮书虽赞誉其性能，却亮出了最尖锐的警示：天价电池更换费可能超过2万美元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车主频发的娱乐系统故障与品控问题，即便在二手车市场也难以容忍。Model S 的困境是技术迭代的必然宿命。2025款新车续航突破400英里，价格更低，配置更优，市场已然给出了答案。早期用户为技术的狂飙付出了高昂的研发成本，而 65.2% 的贬值率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先驱者账单。天价宝马开5年直接变废铁，它全美排第2，你敢信？德国旗舰宝马7系竟在美国最不值钱汽车榜上屈居亚军，这车到底有多坑？5年时间价值暴跌 67.1%， 足足 6.5万美元蒸发的无影无踪。换句话说，这笔钱够你全款拿下台奔驰 C 级，还能剩下一笔不小的零花钱买油。但贬值只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杀手锏是它的养护成本。豪华指数只有可怜的78分，养护成本却高到令人窒息。车主们都在吐槽，车上的电子系统多到像个小型办公室，结果就是3天2头坏，修起来肉疼，连维修技师都直挠头，车主的钱包更是直接见底。这哪里是豪华旗舰，简直是豪华轿车的反面教材。新车贵得离谱，技术又老得飞快，把二手车主逼到破产的边缘。市场永远是最公平的，前车主承担了贬值，后车主继承了账单，最终无人真正受益。那么谁能荣膺全美最不值车的冠军宝座？这辆车已经糟糕到被市场彻底抛弃，答案马上揭晓。备受关注的美国最不值钱汽车榜单终于揭晓，榜首位置毫无悬念的由捷豹 I-Pace 摘得。
这款来自英国的电动 SUV 在短短5年内贬值幅度高达惊人的 72%， 相当于缩水超过 5.2万美元。没错，一辆起售价超过 7.2万美元的座驾，5年后二手市场价仅剩2万美元出头。这令人瞠目的贬值率背后，是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不信任票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首先是可靠性之殇。iPace 深陷召回泥潭，从至关重要的制动系统到复杂的电子元件都频频亮起红灯，车主们抱怨不断，高昂的维修账单更是让习惯了精打细算的德国车主都望而却步。当这辆英国豪华电动车需要维修时，您面对的将是专业维修成本高、经销商网络稀少、品牌口碑存疑的完美风暴。作为一款早期电动产品 ，iPace 的234英里续航里程，在如今动辄300加英里的新款电动车面前，早已显得捉襟见肘。它就像豪华电动车领域的一场早期实验，而市场用最残酷的方式断崖式贬值为这场实验画上了句号。捷豹曾将 iPace 视为未来，但消费者却用钱包投了反对票。这与其说是一款车，不如说是一个5年蒸发 72% 的投资黑洞，而高昂的后续维修费更像是雪上加霜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哪些豪华车需要避之不及，您或许会想，究竟哪些车型才配得上您的血汗钱？如果您认为答案是皮卡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您绝对不能错过。我将为您深度剖析哪些皮卡能穿越周期数十年保值如新，哪些车型却会开出 4S 店大门就瞬间沦为累赘，某些备受喜爱的皮卡甚至能实现逆势增值，这在我们刚刚聊过的豪华贬值灾难面前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。